北戴河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那它是搞高层政变的好地方吗？党内的元老和军中的高层，如果想趁机拿下习近平，他们要有文和武两张牌。那这牌他们准备好了吗？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7月27号。今天咱聊一个在网络上高度争议的话题，就是北戴河会议为啥一直在和政变联系在一起。首先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如果说真像有些传闻讲的，党内的高层联合了军中的力量，一起要拿掉习近平，他必须得有一个力量对比。咱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实力对比，政变与反政变。这一说能不能成您自己听完了也就有主意了。在环境上我们必须清楚，北戴河这个地方是极其特殊的。这个地方呢，再往北就到了秦皇岛了再往南呢，直接进了沧州了。它一面是环海，所以说如果想在这儿搞政变，你必须把海上给封了，防止这些人跑掉。第二你得一上一下都得完成挤压，这样才能完成瓮中捉鳖。你看，你知道，习近平当然也知道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北戴河会议期间的安保一共是由哪3层构成的。根据公开的史料这个北戴河会议是民间的说法。事实上呢，在胡锦涛后期，北戴河会议就已经取消了。现在官方或者说客观的说法是，每年8月上旬和中旬的高层休养时间。开不开会那得看总书记的。毫无意外，今年他也是在当地进行休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我们看看它的安保构成，最核心的一层是2个部队，一个是中央警卫局的常驻4中队，因为1中队中南海，2中队是纪念堂和点号第3是西山，第4就是北戴河。北戴河虽然是在行政上归河北省秦皇岛市，但是这个地方1年4季都是中央直管的中央警卫团完成警戒，地方你根本就无法完成渗透，也插不上手。那好，中央警卫团呢，在这至少有1个中队的力量，在每年的会议或者休养期间，它会2倍到3倍的加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内核稍微再往外一点，就是公安部的9局，他们是负责那个副职的安保，这是第一圈，一般人是进不去的。那再往外一圈呢，这圈是武警总队来负责的。这个武警部队的总队是认证不认人，我也不知道，我除了认识老习和李强之外，其他人可能都不认识其常委都未必能认全。这些大头兵们只看每个人的通行证，没有的话我就不让你进去。再往外是什么呢？再往外的是当地的公安机关和军方的外围指挥部。你看一下如果你要想政变，是不是先要调动军队？你调动军队，你调谁呀？咱们看一下中部战区现在有2个王牌军，一个呢是离北京非常近的82军，就是原来的38军，改名字了，一直是在保定的。如果从保定到北戴河是300公里，急行军的话呢，或者是装甲过去需要3个小时也就足够了。另外一个呢稍微远了，他是住在这个宣化和张家口地区81军，那个一时半会儿指望不上。你看整个中部战区，你现在的战区司令，另外这个军的军长，你能不能搞得定？如果你搞不定这种政变就无从谈起。至于说北部战区东北的军没有中央军委主席的命令，他根本就出不了山海关，你无法进来，进来以后就按叛军处理了。所以你看，攻与防老习已经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
那除了陆上之外啊，还有一个退路，就是北海舰队的无论是潜艇还是防空力量，还是这个驱逐舰，也已经完成海上的封锁和警戒。如果一旦有变，咱们假设一支不明来历的武装力量啊，开始要攻打这个北戴河了，这些人10分钟之内他就能上船走掉了。除非说你把这个海军和北海舰队的人都能搞定，你觉得这需要多大的力量？现在的军委委员、副主席、参谋长，谁能搞得定海军和中部战区？我相信目前是非常难的。刚才我们讲的还仅仅是防卫的力量，事实上，中共的领导人走到哪里，他就有一支隐秘的力量过去，就是反低空无人机的部队和电子战的部队。当然了，他要防备小型无人机的攻击和这个低空导弹、巡航导弹的攻击，要对这些导弹进行拦截，基本都是红旗系统。他们对外伪装成集装箱，真正有威胁的时候，这导弹架起来就可以打。而且有些人拿的是便携式、肩扛式的防空武器。所以你看，真正要完成政变，你需要动用的力量还是非常多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如果说你武的没搞定，或者太难了，那能不能来文的呢？事实上，中共历史上文的政变也有。你像那个赵子阳啊、胡耀邦拿下，他就是靠开会啊，开会的时候集中发难，对他进行批评，轮流上台讨伐，最后一举手你干掉了，你的总书记被停职了，直接进休养了。那这次有没有可能呢？那就要面临第二大的障碍，就是假设有些元老确实有想拱掉习近平的意思要集中发难，但是这就涉及到什么呢？你几乎是画地为牢。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无论是去庐山会议还是去北戴河，这些高层每个人你住在什么地方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由中办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你圈定。你在某个别墅，它周围的保姆、司机、厨师、安保都不是你原有的人，那都是给你设定好了的。你说今天晚上我要去找谁聊个天，对不起，你不能随便出这个院，你副国级又怎么样？你政治局委员又怎么样？没有中央的批准，你不可以。那剩下的是什么呢？你只能在当地，至于说打个电话，你更别想了，那都跟那个露天说话没啥区别，早就被监听了。所以说，元老在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串联呢，是几乎不可能的，能出这个院都已经不可能。好，既然他们的居住、游泳时间、吃饭时间、开会时间都是被中办约定好的，大概率只能是完成这个走向。假设如果在会议上集中发难，有没有可能？也没可能。大家还记得胡锦涛被架出院了吧？因为每个元老旁边他都有中央警卫级的干部，那眼睛眯着你呢，一看你哪句话说的不对，直接就给你戴个口罩，俩人一架你就走了。在会场上谁敢说我反对？我想恐怕没有。你看，想搞文的、想搞武的都不可能成功。所以说，有些人讲的每年的政变讲了10几年了。自从老习倒行逆施以来，大家都盼着2股力量，一个是元老出来主持公道，现在传的主角呢，已经是曾庆红胡锦涛、胡春华，要么现在的这个温家宝，这些改革派应该是干掉老习。另外呢，又给军中的高层贴上了反习的标签，说他们每年都会运动都可能会发难。这事儿已经到2026年了，你觉得这事儿还有机会能成吗？最后我说一下，这次北戴河会议应该不会有明确的研究主题，因为每年的政治局会议研究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的经济计划，在北京在本周就会开掉你在媒体上一周后就能看到。北戴河呢，更多的是酝酿明年的21大人选问题了，而这个环节呢，元老几乎说不上话，也不允许他们乱发声。
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也不一定对。如果您觉得如何政变以及如何防政变有自己的观点，咱们在留言区交流。明天再会。